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派瑞斯。继上一次呢和你们分享了韩国的入境须知之后呢，这一次呢我就想要来简单的做一下我这一次首尔自由行的一个总结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主要是去了东大门、明洞、弘大。首先呢，我就觉得东大门的话呢，因为一刚开始就有听别人讲说东大门是女人的购物天堂。那我也的确看到蛮多，就是好比说商场啊，有非常多的服饰店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仅限于批发友善。就假设你今天想要购买1件以上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你。假设是像我们这种一般旅客，可能只想要买个1件，或者是说就是去逛逛的话，我倒觉得好像并不是太合适的样子。明洞的话呢，我觉得其实物价会相对高一些，不管是食物还有就是逛街的地方，对，就是物价，不管是吃的、逛的、玩的都好，我觉得好像物价会稍微贵一点点。那最后一个就是弘大，为什么弘大放最后才说呢？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的旅行，我最喜欢的地区就是弘大，因为我觉得弘大不管是吃的、逛的、玩的都非常有趣，我觉得那边根本就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耶，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非常的热闹。如果是首次去韩国旅行的人呢，就是可能有个2-3天的时间待在弘大，或者是说你住的地方可以首选弘大，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后悔。再来就是我觉得益善洞还有仁寺洞是文青必逛的地方，好比说像益善洞，它这边呢就有非常多很可爱也很有创意的咖啡厅，我觉得那边的小店都非常适合文青去逛。像我们选择的这一家咖啡厅就非常的特别，它小小一个地方，但是你看它的设计有多棒，然后咖啡也非常的好喝，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的。很浓耶，好喝。啊，这什么花生味？冰蛋巴豆。那 butter coffee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也去了仁寺洞，这里呢非常有名的一个广场叫人人广场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个文青的话呢，你应该也会喜欢这个地方。再来，我觉得其中一个必逛的地方呢，就是汉江。汉江的现场呢，有非常多的小摊贩，他们有卖烤肉的、卖泡面的等等，也有非常多人都会喜欢坐在草坪上野餐啊。如果你需要地毯还有小桌子的话，都需要先和旁边的摊贩先租借，然后再做使用。我觉得这里呢，不管是情侣来约会，或者是你想要跟朋友来聊天啊、小聚，都超级适合。大家也知道韩国有非常多的炸鸡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选择了 BHC 炸鸡。我觉得这一家的炸鸡呢，没有特别好吃，也没有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首次到韩国旅行的话，我还是会首推桥村炸鸡。我们并没有选择吃桥村炸鸡，是因为之前在马来西亚他们已经有分店，我们吃过了。当天的晚餐呢，我们就在这家很有名的土俗村餐厅解决。我们吃的是人参鸡汤，菜单上面也有教你正确吃人参鸡的方法。除了人参鸡汤，我们也点了烤鸡，但是烤鸡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味道一般般，肉质有点柴。他们的招牌人参鸡汤呢，我倒是会推荐给非常喜欢喝人参鸡汤的朋友，因为味道非常的足。人参鸡里面呢还塞满了糯米饭，所以填饱肚子没问题。有的时候呢，旅行靠的就是随机。那这一次的餐厅呢，就是我弟随机 Google 到的一家非常地道的海鲜餐厅。看看这些海鲜有多肥美，我的天啊，咬下去立马爆汁，超级嫩，超级 juicy。
还有就是第一次尝试了活章鱼。Oh no! 说实话，我并不敢让它留在我的嘴巴里面太久，所以当我放进嘴巴之后呢，我只敢一直咬，一直咬，然后立马吞下去。我觉得口感好像跟生牛肉差不多，因为韩国人都会加非常多的麻油去辟掉海鲜的腥味，所以我觉得味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另外一个景点就是，其实我们有到如怡岛的现代百货，因为据说它是目前首尔最大的百货公司。我觉得它卖的东西主要还是国际名牌，然后一些化妆品为主。对于没有很爱去逛街的人来说，这个并不是一个必逛的景点。Oh no!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。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你会去到，你会觉得说哇，好大好漂亮的百货公司，但是除此之外如果你没有很喜欢购物的话，你应该会觉得还好吧。那我们最后一天住的饭店呢，位于明洞的乐天饭店，柜台的服务都挺棒的，没有错。因为我们是隔天要出发到机场，前一天我们会先跟柜台预定，说要搭计程车，这些他都会帮你处理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就是早餐的部分，我觉得早餐的选择也蛮多的，就是它会有韩式、有西式、中式，味道也都相当不错。但是我觉得以 CP 值来说的话，我相信应该会有更好的饭店选择。我下一次应该还是会到其他饭店去看看吧。那我们在首尔最后一天的晚餐呢，就是来到这一家烤肉店。我觉得有专人帮忙烤肉，就是非常的轻松，你只要做的就是张开嘴巴，然后把食物放进去就好。我的天啊，这样听起来我超懒的。哇，有点贵哦。做咩你咁嘅？我有看到很美吗？哎呀，我的既然都已经最后一天了，还是不能放过韩国的小吃。看看老板娘这熟练的手法。我们点了辣炒年糕、煎饺，还有韩国鱼板。旅行就是这样，吃，吃完就躺，躺完继续买。아저씨 터미널 1 to 터미널 2 얼마예요? 터미널 1, 터미널 2. 남한 터미널 2. 터미널 2. 그럼 어디 먼저 가야 돼요? 1 먼저가 2 먼저. 1 먼저. 1 갔다가 2. 13만 원. 13만 원. 오케이, 그래. 오케이? 감사합니다. 我的家人回马来西亚了，剩我一个人要搭飞机回台北。好了，我觉得目前应该差不多，这一次就是我到韩国6天5夜的一些感想还有分享。我觉得下一次到韩国旅行的话呢，我可能会想要到釜山还有济州岛。那不知道有没有到过济州岛还有釜山的朋友呢？也欢迎你们到底下去留言，可以跟我说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地方，我会非常乐意的看你们的留言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